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聊 NTR 和绿帽情节的深层心理。在上期视频里，我们探讨了 NTR 幻想在中国社会的思想起源，认为这种性幻想虽然看起来是受日本成人电影的影响，但它其实是与中国民族主义这一更为宏大的叙事结构紧密相连的。我们也特别分析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宣传是如何通过将祖国性化、将国家冲突色情化、将女性符号化为民族贞操的象征，从而将国民，尤其是男性国民，置于一个天生被阉割的、无能为力的窥视者的位置。当一个男性对于性与激情的最早和最深刻的印象，不是来自于健康的爱恋，而是来自于妻子和母亲被侵犯，而自己作为这个民族的一员却无能为力的宏大叙事时，他的欲望结构从一开始就被扭曲了。他会无意识地认为，最强烈的情感体验必然与权力不对等、暴力、屈辱、牺牲等等沉重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尽管官方意识形态是试图通过创伤和屈辱体验来激发民众的斗志，使其为国家和民族的复兴而奋斗，然而在现实中，这种路径当然是非常困难的，当事人无法成为那个主流意识形态所寻唤的成功者。在这种情况下， NTR 幻想就成为了一种替代性的补偿策略。那么，为什么这种看起来屈辱的幻想会带来快感呢？这种看似自虐的性幻想究竟满足了主体的哪种欲望呢？这期视频我们来详细拆解这背后的逻辑。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我们说 NTR 幻想的特点是从自虐和屈辱中获得快感，在这个意义上，它可以算作一种特殊的虐恋形式，与 BDSM 有着相通的心理结构。因此，当我们分析了一种幻想机制，我们也就能从各种层出不穷的亚文化中看出相似的底色。不过在讨论之前，我还是想强调一下，我们的视频并不是在对虐恋、NTR 等性幻想进行道德上的批判。尽管这类幻想可能是病理性的，可能是起源于某种创伤和匮乏，然而我们的分析并不是在对人做出终极的诊断。因为人的精神世界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当你觉察了自己的幻想机制，你的幻想的性质就改变了。这和物理世界的规律是不同的。在不考虑量子力学和微观物理学的情况下，我们对一个现象的观察和觉察都不会影响被观察者的性质。然而，人的精神世界是不同的。当一个人无意识地被某种幻想所驱动，他的体验往往是极其矛盾和痛苦的。非法的快感与真实的罪恶感、焦虑和自我憎恶纠缠在一起。他不理解自己为何会被这种病态的场景所吸引，他不敢细想，更不敢对别人讲出来，陷入了内心的混乱与折磨。然而，一旦主体理解了这一幻想机制，理解了自己的创伤，他就可以意识到，我并非真的渴望被毁灭，我只是在扮演一个失败者。那么，幻想的性质就彻底改变了。痛苦和羞辱不再是纯粹的折磨，而变成了剧本中可控的仪式化的成分。主体从一个幻想和创伤的奴隶，变成了主动管理和组织自身享乐的主人。因此，在精神领域内，我认为原则上一切都是可以被理解的。一个人之所以会迷恋某种屈辱的快乐，是因为人本来就不是一个单纯追求快乐、厌恶痛苦的存在。在拉康看来，主体并非一个天生完整的实体，而是在一系列被异化的过程中被构建起来的。这个过程可以被理解为从实在界经由想象界，最终进入象征界的三重运动。在生命之初，婴儿处于一个混沌、未分化的状态，他与母亲和世界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一切的符号、语言和法则在这里都不存在。婴儿体验到的是一种魔法般的感觉，他在这个领域内是心想事成、毫无阻碍的。这就是实在界，一个前语言和前符号的混沌的领域，个体在其中充满了强烈的能量和快感。随着孩子学会语言，
它便进入了象征界。这是一个由语言、符号、法律、社会规则构成的大他者的网络，对个体而言也意味着一种更深层次的异化和创伤。所谓象征，就是用符号和概念来置换和代替真实的事物。正如拉康所说的，语言是对物的谋杀，主体从一开始就是被抛入到语言世界之中的，就连一个人的名字，也往往是在他出生之前就被父母命名的。个体被赋予各种各样的能指，比如儿子、学生、中国人等等，我们的身份是由这些外在的符号所定义和支撑的，而它也同时塑造了主体的欲望。这些欲望不再是纯粹的生物本能，而变成了他者的欲望，是大他者告诉我们什么是值得欲望的东西。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讨论恋物与软色情的那期视频里有过分析。当时我们说到，在互联网的擦边文化中，个体的欲望表面上是一种指向异性身体的生理性欲望，但实际上这种欲望并非简单的性欲或者生物本能，而是对于被承认和被关注的社会性的欲望。这种欲望甚至在很多时候是指向同性的，也就是通过在群聊或评论区与同类们一起擦边的狂欢，从而确认自己的性欲是合群的、正当的。对这种被承认的欲望，才是当事人的更深层的欲望。这个例子说明了很多人的欲望其实是象征秩序和符号操纵的结果，而非自己先天就有的某种生物本能。从拉康的表述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语言和符号的态度是比较悲观的。他认为象征秩序的建立必须以谋杀实在界为前提。当我们用树这个词来指代一棵真实的、活生生的树时，这棵树的独一无二的、充满枝叶的实在性就被杀死和清空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普遍的、抽象的符号。因此，一个人进入语言和象征秩序的代价，就是永远地失去了与世界最直接、最原始的连接。这个原初的失落，这个由语言本身造成的匮乏，就是象征秩序带给每个主体的最根本的创伤。那说到这里，我不得不强调一下，虽然拉康或者说许多法国哲学家都把符号和语言看作是异化和创伤，但这种异化和创伤就一定是坏事吗？显然并非如此，不如说它是一个人成长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一个人没有经历语言带来的异化，那么他其实也就陷入了一种精神病的状态，他无法与他人建立关系，无法沟通，区分不了幻想和现实。符号秩序就像一个水坝，它把原始、混乱、具有毁灭力量的洪水成功地转化为了可以发电、灌溉的有用的水流。一个精确、积极、包容的象征秩序能够将人的原始能量导向升华之路。升华并非压抑，而是将这种原始的能量转化为社会所能接受和赞赏的目标，比如创作、爱情、职业成就或者其他的社会贡献等等。一个功能良好的象征秩序，就如同一个丰富而灵活的词汇库，它可以为个体提供丰富和包容的身份标签、价值观和成功标准，使一个人感到实现自己价值的道路有很多条。于是，个体感到自己的能量可以通过学习、工作和创作等等现实行动来逐渐展开，并收获社会的认可。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即使是在这种最理想的状态下，符号秩序本身也是对一种更原始的享乐的驯化和补偿。在这个意义上说，它确实是一种创伤。我们之所以会去追求现实中的成就，去学习概念，去思考，本身就是因为那个最原初的与母亲融为一体的绝对的享乐已经永远的失去了。符号秩序的建立本身就以阉割掉这种原始享乐为前提。一个敏感细腻的人会缅怀那种失去的原始的享乐，并从中感到一种伤感，但是他也清楚地意识到那种状态是不可能回去了。水坝运作良好不代表洪水不存在了，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洪水的威胁永远存在，水坝才必须时刻运转。我们获得的快乐永远只是对那失落的、不可能的享乐的一种替代性满足。当然，
这一切都是在象征秩序运行良好的情况下。然而，如果象征秩序是粗暴、专制和僵化的，那么它会堵塞绝大部分通往升华的道路，使个体感到从现实中获得快感太困难了。糟糕的象征秩序有这样几个特征：首先是它只提供了极少数被认可的身份，而且定义非常狭隘，你要么成为少数的成功者，要么成为大多数失败者。与此同时，它也是严苛和残忍的，它如同一个虐待狂，不断地嘲笑主体的无能，加剧他的焦虑。当正常的升华之路被堵死，当现实的快乐变得遥不可及，那股原始的未被驯服的能量也就无法流向外部的社会性的目标。当然，它也不会直接消失，而是会倒退到更早期和更原始的满足方式上。NTR 幻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成为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秘密通道。在现实中，个体被要求成为一个行动的、负责任的、追求目标的主体，这是一个高级和复杂的象征身份。而在 NTR 幻想中，既然获得现实中的稳定的快乐是如此的困难，与此同时，反抗象征秩序也是很难做到的。那么个体索性就放弃这个身份，他不再追求成功所带来的快乐，而是选择彻底的、完全的失败。他通过幻想来上演男性身份的彻底毁灭，我的身份被摧毁，伴侣被夺走，尊严被践踏。他将自己倒退成了一个被动的、无能为力的凝视者。他不再需要行动，只需要看。他从一个失败的主体倒退成了一个观看失败的客体。我想到曾经在某论坛看到一个网友，原帖子我现在找不到了。这位网友在每一个涉及到外国留学生和中国女生谈恋爱的话题下都疯狂留言，内容就是渲染外国留学生对中国男性构成了极大威胁，还给每条留言配了一个搂抱女生的照片。他的语气带着某种愤怒，又有某种阴阳怪气。但他疯狂留言的行为其实是带给他某种快乐的，只不过他自己没有意识到。如果他有一天突然意识到自己其实不是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者，而是因为喜欢反复体验这种自己被绿了的羞耻感让自己很兴奋，那么这个享乐的循环就会被巨大的羞耻感所淹没。这与我们之前讨论精神失败法的那期视频有相通之处，也就是通过自我贬低或者摧毁自己的身份认同，使意识形态暴露出某种荒谬性，从而短暂地逃避了意识形态的循环。既然我无法成功，那么我就主动失败，甚至比你想象的更失败，从而让成功叙事变得荒谬可笑。精神失败法的另一个关键在于化被动为主动，从而削弱了被羞辱和评判的羞耻感。就是说，当事人感到自己在两性关系中是没有自信的，那么与其等待未来突然遭受一个打击，不如我在幻想中自己主动羞辱自己，这样我就没什么可失去的了，也就不焦虑了。这就类似于在 SM 游戏中，受虐本身是痛苦的事情，然而当受虐者主动地选择受虐，化被动为主动，反而在心理上获得了一种微妙的掌控感，仿佛自己可以掌握痛苦的事情在什么场合、什么时间发生，从而获得了一种战胜痛苦的胜利。这样，当事人就可以感觉到，痛苦不是突然降临的，而是我预先安排好的，是按照我的计划发生的，是我选择的结果。由此，我就消除了被动性和不确定性造成的焦虑，体验到一种原始的快乐。当然，原始并不意味着一定是不好的，正如我们开头所说的，有意识和无意识是区分一个行为究竟是症状和还是自我探索的分界线。当一个人被这种驱力给无意识的控制，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如此，他既体验到快感，又体验到混乱和强迫性的痛苦，那么这就是一种症状。而在建立知情、同意和理智之上的性探索活动中，当事人可能仍然在重演着创伤的场景，然而由于这是一种主动进行的安全的仪式，因此创伤本身的毒性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消解了的。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吧。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
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